維尼修斯被換下場的時候，整個伯納烏球场爆發一片噓聲。下場之後，維尼修斯非常生氣，將舍梅的頭像由身穿皇馬球衣的自己換成了身穿巴西球衣的維尼修斯，這也在表達自己對球迷的不滿。18歲的年紀就有這麼牛的水平，亞馬爾現在也是巴薩唯一的爆點，每場比賽对方都是2個人以上對他進行盯防，亞馬爾一個人的對抗數頂巴薩前場所有人的總和。今天下半場曼聯確實有些悲壯，實在是沒人了，11人的場上陣容是硬湊出來的，一個是德里赫特傷，馬奎爾傷，梅努傷，比费踢了一半也傷了，還有胖虎卡塞米羅停赛，而非洲杯又去了3個，曼联是真沒人了。朋友们，真讓大家猜着了，對曼聯這一場球，老 K 呀真的猜錯了。今天除了阿斯頓維拉主場2-1戰勝曼聯取得10連勝，另外還有巴塞羅那客場2-0戰勝比利亞雷亞爾的比賽，西甲還有馬德里競技客場3-0戰勝赫羅納，而德甲拜仁慕尼黑4-0客場狂勝海登海姆。在今天節目的最後，還有關於皇馬維尼修斯和轉會市場的一些新聞，請大家不要走開，咱們這就開始，先點讚再看，養成好習慣，謝謝支持。巴薩今天客場對陣比利亞雷亞爾，上半場錯失了多次機會。比賽一開始，巴塞羅那球員就各種失誤，但好在12分鐘，拉菲尼亞造了點球，親自主罰命中，打破僵局。隨後39分鐘，對方的維加飛鏟亞馬爾被直接紅牌罰下。下半場比賽很快失去了懸念，多打一人的巴塞羅那持續施壓，弗朗基德容送出了關鍵的助攻，亞馬爾接球後冷靜抽射破門，再下一城。最後門將胡安加西亞也屢現神撲，力保球門不失。這場球踢完，真是一個好門將頂半支球隊啊！過去的門將特爾施特根也有過不錯的發揮，比如23年拿聯賽冠軍，他的狀態就很好。不過因為身高不太高，臂展比較短，許多撲救同樣是展開身體，但他就是摸不到球。如今的豪門門將不僅個子高，而且下地也快，還會出球。所以特爾施特根畢竟上了年紀，缺點暴露無遺。在德國隊，他的位置也很尷尬，往上競爭不過都快40歲的諾伊爾，被諾伊爾一直壓得死死的。再往下，德國的年輕門將也開始冒頭了。所以德國足球的最低點，也就是特爾施特根打主力的那段時間，很難說完全跟他無關。另外就是他的心態不穩，也是慘案型門將。現在弗里克這麼激進的高位防線，難度確實對門將來說太大了。胡安加西亞好多次都是越位被破，對方橫傳過來都已經是半空門，所以胡安加西亞的零封獎真沒有1分錢是白拿的。從觀感上看，巴薩的防線呀就逆天，後衛全是神人，當然门將也逆天，根本就是個神。所以弱隊出门將這句話沒錯，只是後防線上啊，現在巴薩是弱隊，甭管後防線挖多深多大的坑，胡安加西亞都給他通通撲出去就完事兒了。其實赫拉德馬丁踢左中衛已經踢了好幾場好球，但這一場確實辣眼睛。有時候危險球大腳解圍不就行了嗎？跟庫巴西2個人你來我往，像打乒乓球一樣。也許赫拉德馬丁還是太累了，今天確實發揮不佳，不過也咖瑞了好幾場，希望休息休息，調整一下狀態。現在巴薩的後防線上，赫拉德馬丁雖然實力還欠一點，但是他什麼事兒都願意幹，可以踢多個位置，任勞任怨的。豪門都希望有這麼一個替補，所以赫拉德馬丁今天上半場各種失誤，下半場踢得還行，尤其是89分鐘那一次死球，球一出界，赫拉德馬丁和庫巴西2個人立馬叉腰彎了下去，可見他們倆確實累得夠嗆。庫巴西同樣也是下半場踢得好一些，但上半場場上獨立決斷能力和卡位爭頂這些防守技巧都不及格，唯一就選位的能力有所進步。說好聽點兒，就庫巴西的防守上升空間還很大，包括孔德、巴爾德都沒有替補了，所以光看上半場後防線4人都是不及格的表現。而孔德嘛，今天4個後衛裡面算是最穩的，主要另外3個都是小孩。孔德畢竟是法國世界杯和歐洲杯的主力，上賽季也僅次於哈基米的世界第2右後衛，只不过現在狀態不太好。批評來批評去啊，突然想起真傷不起孔德，這個位置已經沒人了。這賽季巴薩的2個邊後衛啊，神一場鬼一場的。巴爾德嘛也還行，不差，攻守平衡，就是今天傳球失誤了好幾次，速度是挺快，可是傳中的腳法真得練出來。到了進攻3區回傳太多，所以向下底傳中、45度傳中、回追防守，這都是巴爾德要提高的地方。有時候巴爾德如果突不過去啊，你就多跟拉菲尼亞或者拉什福德打配合，就像右路的孔德和亞馬爾那樣。今天小將中場貝爾納爾也上了24分鐘，剛上場那幾下有點緊張，後面的幾次接球轉身和長傳還是挺穩的。今天貝爾納爾的一腳不停球大範圍轉移，還是有球商有技術。像巴薩踢強隊啊，總有一個問題就是前後場容易脫節，
最明顯的就是佩德里要經常回到自家後場組織，這樣一來，佩德里就很難壓到對方禁區制造威脅。如果貝爾納爾能踢出來，那以後的強強對話就能起到一定作用。看他今天在後場的組織調度，還是很期待的。一停一傳的小細節還是頗具美感，不過防守能力確實差一些。另外，他上的時候，對面因為少人，已經完全沒有了逼搶。小將嘛，而且重傷休息了1年，大家還得多鼓勵。那麼今天亞馬爾沒得說呀，嘗試過人12次，成功過人7次，關鍵傳球6次，射門4次，射正2次，均為全場最高。不過今天亞馬爾在場上被鏟倒那一下，真被嚇壞了。只是亞馬爾有些執着於自己的左腳外腳背傳球，用的有些太多，也許是右腳不夠好，或者對右腳沒什麼信心。今天最搞笑是亞馬爾被鏟倒之後真氣壞了，想打對方一下，結果沒打到，刮到了維加鞋釘上，痛得直甩手。這個鏡頭真笑死我了。今天佩德里不在，巴薩有他沒他，中場是2個樣子。好在德容發揮不錯，德容的推進竟然沒有一個隊友能夠跟上他的速度。德容的組織和推進確實挺強的，只是沒有佩德里。剛開場啊，明顯感覺中場的幾個球員不知道球該往哪兒傳，接球也不知道上哪兒去接。還好德容調整得快，而德容是屬於那種防守組織型，他是喜歡從後場出球，偏重於防守。佩德里是屬於進攻型的組織球員，所以佩德里的傳球比較有威脅性，像精準的直塞比德容會更多。那麼今天後防表現不好，出不去球或者出球失誤，也許就是因為佩德里不在，有點不會傳了。那佩德里不在，德容的重要性就非常明顯。上半場往前站，還有幾次插肋部，威脅球不少。下半場雙後腰德容和貝爾納爾，明顯更多的調度是在德容身上，貝爾納爾就顯得拿球機會很少。貝爾納爾給的球很多是給回去，這也是鼓勵小將啊找到傳球的狀態很重要。德容作為中場，唯一就是遠射力量不夠強，可他全場覆蓋的範圍太大了，在防守端幾乎零失誤，還有幾次成功的搶斷。上半場埃里克加西亞單後腰是真踢不了，下半場到貝爾納爾上場前是德容踢中場的核心，局面就太順了。中場的小推车名不虚傳，進攻方面他的好幾腳精準的直塞和橫向的轉移都很不錯。那麼今天首開紀錄的拉菲尼亞當選西甲官方全場最佳，在左邊路拉菲尼亞和巴爾德是一攻一守。巴薩的前場確實他是最穩的一環，也是非常重要。非法的最佳陣容真應該有拉菲尼亞，68場比賽38個進球24個助攻。贝林厄姆虽然強，但2025年的表現不如拉菲。非法最佳陣容應該排4321或者433，贝林厄姆下去，拉菲尼亞上。那麼本賽季巴薩在聯賽輸了3場，平了2場，貝蒂斯和塞爾塔都是被補時絕平的。所以本賽季的巴薩硬仗可能不太行，但是目前踢中下游的球队穩拿3分也不錯。黃色潛水艇今天也踢得挺好，在少打1人之前都很有威脅，而且紅牌以後也創造了不少反擊的機會，主要還是胡安加西亞太能撲了。那麼今天的比賽2-0結束以後，巴薩也就此結束了2025年所有正式比賽，一共參加了60場正式比賽，37場西甲，7場國王杯，2場西班牙超級杯和14場歐冠。總成績巴塞羅那46勝7平7負，打進了169個球，丟74球。队內射手榜2025年费蘭托雷斯和萊萬同以27個球並列第一，拉菲尼亞進25個球第二，亞馬爾21球第三，菲爾明洛佩斯14球第四。積分榜上巴塞羅那繼續4分領跑，而且也送給了黃色潛水艇賽季西甲主場的首敗。今天也是巴薩隊史上第27次成為西甲的冬歇期冠軍，不過其中也有9次未能夺冠。今天亞馬爾在完成了7次成功過人之後，本賽季在西甲已经完成了66次成功過人，排在歐洲5大聯賽同期所有球員的第一位，比排名第二的姆巴佩49次多出了17次。年仅18歲就有如此成就，亞馬爾已經有些許球王的氣質了。客觀講，每次全隊的進攻到了亞馬爾這裡就有威脅。18歲的年紀就有這麼牛的水平，亞馬爾現在也是巴薩唯一的爆點。每場比賽對方都是2個人以上對他進行盯防，亞馬爾一個人的對抗數頂巴薩前場所有人的總和，所以現在巴薩對他是過分依賴，或者說這種進攻體系甚至有些畸形。就以本場比賽為例，幾乎巴薩所有的進攻威脅都來自亞馬爾，而現在西甲亞馬爾已經一共打進了21個球。在本世紀所有球員年滿19歲之前，歐洲5大聯賽的進球數就只剩姆巴佩比他更多。姆巴佩在19歲前打入了23個聯賽進球，而且還有半個賽季的時間，亞馬爾很有可能超過姆巴佩。好吧，關於綜藝之王曼聯，老 K 又猜錯了。
今天上半場到了45分鐘，主队阿斯頓維拉先进一球，羅傑斯的內切轟出了世界波，打破僵局。可僅僅3分鐘後，上半場補時階段，多爾古就助攻了庫尼亞閃電扳平。要知道上半場曼聯的中鋒謝什科錯失了多少機會呀，而兩邊的門神拉門斯和大馬丁內斯也是均貢獻了精彩的撲救。可下半場羅傑斯一個兜射制勝，梅開2度，曼聯後防線就被羅傑斯一個人給打穿了。純粹是球星的差距導致輸掉了比賽。維拉羅傑斯能進這2個球，全靠曼聯的約羅。如果換正常後衛，羅傑斯那2腳也許連起腳的機會都沒有。約羅還沒從上次的失誤陰影中走出來。第一個球踢得太乾淨，第二個球知道貼上去，但是慢了，所以2個失球都跟他有關。防守都不緊迫着對方，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麼潔癖。面對對面的核心羅傑斯，2次漫不經心的防守丟了2球。第二個丟球就是他注意力不集中，給了羅傑斯那麼大的距離，等再補就晚了。第一個球約羅防的就跟沒有防守一樣，羅傑斯像是在訓練場自己練內切射門。這種不粘鍋的踢法，防守線路防不住，對抗也不敢對抗，位置感也不算好。這2場曼聯是輪流給海文和約羅交學費。過去老 K 看過曼聯隊內生日會的視頻，就覺得約羅有些太腼腆，有些太軟太乾淨。要知道你踢的是英超，對抗必須要有點狠勁才行。最好的學習模板就是阿森納的加布里埃爾。其實有時候约羅發揮也不錯，看着也像是未来10年的頂級中衛，回追快，下腳準，头球也還行。可是還是太年輕。眼神是防守，氣氛是防人。对面在你這個位置進了2個球，你是一點壓迫也不給呀，舉起個雙手就跟法國式投降一樣。也不知道皇馬為什麼運氣那麼好，本來是皇馬看上了約羅要買，結果被曼聯給截胡。這個賽季皇馬就來了赫伊森，這倆大家都年輕，比一比就知道差距。最關鍵的是摩洛哥的陣容強，非洲杯搞不好能進決賽。馬茲拉維一直回不來，約羅就得一直首發。今天下半場曼聯確實有些悲壯，實在是沒人了。11人的場上陣容是硬湊出來的，一個是德里赫特傷，馬奎爾傷，梅努傷，比費踢了一半也傷了，還有胖虎卡塞米羅停賽。而非洲杯又去了3個，曼聯是真沒人了。今天除了謝什科和約羅，其他還踢得挺好。本來維拉那邊的沃特金斯已經夠抽象了，沒想到曼聯這邊還有高手謝什科。沒說的，該批評必須得批評。謝什科的速度是有的，就是前20多分鐘浪費了機會以後就一直隱身。庫尼亞給了他這麼有威脅的穿透對方後防線的直塞，竟然能一腳趟大。想想那幾個機會，如果是哈蘭德在曼聯。所以謝什科現在13次聯賽出場，首發7次，只有2個進球1個助攻。今天庫尼亞那個頭球，如果是謝什科1.95米的身高，是不是就進了？可為啥謝什科不在位置上，竟然讓庫尼亞頂頭球？今天2條邊路的傳中球，還有上半場庫尼亞和比費的幾次餵餅，2個單刀還有芒特的傳中，你倒是伸腳這樣的把握機會的能力，但凡2個單刀進1個，接下來的比賽就不好說了。所以曼聯每年買的中鋒來了都這麼拉胯。謝什科過去在薩爾茨堡紅牛3個賽季分別進了16個球、14個球、13個球，這樣的數據其實很難講特別好，而且那還是德甲。唯一的優點就是年輕。怎麼辦？未來曼聯如果想爭冠軍，這中鋒位置必須又得換人，是不是去搶一搶塞门約呀？這又是一筆7650萬歐元的轉會費，真擔心2年內又成為霍伊倫或者齊爾克澤這樣。除此之外，曼聯其他的隊員必須表揚。就今天這樣的陣容，客場打維拉，控球率能達到57%，各種數据都不吃虧，真的可以了。像狼王庫尼亞，特別是下半場的庫尼亞，個人能力突出，又有進球入賬，反擊的時候一路能從中場帶球帶到禁區前。可惜有時候禁區外隊友已經落位了，庫尼亞也不喜歡傳，總是自己打。但總的來說發揮不錯，帶球非常犀利，進攻的穿插也好，尤其是防守，好幾次会追到自家的禁區去攔截。本身其實庫尼亞的速度不快，而在阿莫林的體系裡又比較靠後，最開始打中間不太適應，但是串接組織能夠發揮作用，就唯一有點小毛病，带球太毒。現在阿莫林的戰術，謝什科打中間，庫尼亞主要負責強側拿球，負責推進和傳球，進球就靠後插上的比費和右邊的姆波莫，而這場姆波莫又不在，就承擔了很大一部分他的職責，也明顯的更有威脅。可是因為庫尼亞要承擔串聯的作用，距離對方的球門太遠，一旦從中後場帶球到對方的大禁區，基本上身邊都掛了2個人，在對面的干擾下，自然射門有失精準或者有失力量。可是沒得說，滿場飛奔盡了全力了。最後幾波純靠個人能力，
都80、90分鐘了，還能頂着2、3個人往前衝，太猛了！就希望26歲的庫尼亞未來能夠進化，該分球的時候分球，有時候更合理，否則隊友在弱側的策應不就白跑了嗎？分球以後，有時候隊友再分打個1-22過1，也許就是更加的機會。今天有好幾腳球，球到了庫尼亞的腳下就結束了。他的能力未來可以讓隊友、讓球隊整體變得更好。狼王庫尼亞又攻又防，跑了全場，但還有上升的空間。下半場曼聯主要是庫尼亞和芒特在弧頂的作用大，可惜因為缺人，兩個邊沒有速度，中路也沒有終結能力，後場的出球也有問題，所以對面阿斯頓維拉也簡單，只要封死了庫尼亞和芒特，曼聯基本就沒招了。值得一提的是，庫尼亞最近3次在英超对陣阿斯頓維拉都有進球。那麼首發打了90分鐘的芒特，在逼費下場之後，疏導就全靠他，也是曼聯为数不多前場的創造力，控球的連接比較犀利，傳球也有準星，只是定位球能力不行啊，也需要前鋒來一起打配合。可惜前鋒今天發揮太抽象，而且過去姆波莫和逼費在場上，芒特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主要的能力是靠搶和在關鍵時刻出現在應該出現的位置。可姆波莫不在，逼費也傷了，讓芒特來承擔主要的進攻任務就顯得有些軟。本賽季芒特的狀態已經復甦了許多，但現在看曼聯冬季的陣容太單薄，未來的阿莫林真不知道該怎麼排陣了。而阿斯頓維拉在戰勝了強敵曼聯之後，現在已經積分榜衝到了第3，距離第1的阿森納也只差3分。尤其是大將羅傑斯，1.88米的身高，23歲的年紀，17輪聯賽直接參與了10個進球。而且今年英格蘭隊最後的4場比賽全是羅傑斯首發，他的身體素質頂級，強項在於推進，遠射也有威脅。今天呢，梅開二度也帶領着球隊豪取10連勝。摩根羅傑斯當選全場最佳，這樣的頂流巨星啊，1.2億都不能賣，維拉續約羅傑斯才是最正確的決定。本賽季英超他的7個進球3個助攻，也是首位直接參與進球上雙的英格蘭本土球員。現在看英格蘭的中場真是人才濟濟啊，羅傑斯、安德森、帕爾默還有賴斯、貝林厄姆，再加上埃澤，10號位人選真不知道用誰。而維拉隊本場的門將達米安·馬丁內斯，看他守門真的穩，你甚至有錯覺曼聯的角球開出來就專門像傳給他一樣，這是怎麼做到每次皮球的落點都判斷這麼準的？所以維拉隊主教練埃梅里一個，門將大馬丁一個，這倆是真的可惜，陰差陽錯，他們的實力都本應在豪門養老。而本場比賽維拉陣中的中後衛是咱們曼聯非常熟悉的林德洛夫，由於曼聯不續約，維拉隊也是免簽得到。每次看着前曼聯的球員在對方陣中就感覺挺穩的，比想象中要強多了，捏個謝什克就跟玩一樣，所以又讓人想起了 C 羅的魚缸理論，想起冰人林德洛夫在曼聯的最後一場比賽就是對維拉，如今作為对手相逢，看見冰人作為曼聯的對手真不習慣。前2個賽季面對維拉的時候，他門線解圍的場景還歷歷在目。說實在的，林德洛夫對維拉來說，這樣的免簽中後衛真的划算。期待次回合回到老特拉福德能夠再見他。而今天的埃米里也是他執教生涯第2次取得10連勝，第1次還是執教阿森納時期。2018年8月到10月，當時他帶領槍手豪取各項賽事11連勝。而在帶大巴黎的時候，他有2次8連勝和1次9連勝。最近關於他的未來，有消息說，任何想從維拉強行簽下埃梅里的俱樂部都必須拿出巨額轉會費，數額可能相當於切爾西當年為了簽下波特而支付給布萊頓的1500萬英鎊。而且埃梅里的教練團隊、分析師團隊和理療師團隊人數眾多，是一個很龐大的團隊。現在埃梅里和維拉的合同到2029年才到期，過去他執教阿森納和大巴黎的表現不如人意，所以也有球迷認為埃梅里可能不適合豪門。但現在能把維拉帶到如此高度，54歲西班牙主教練埃梅里還是非常吃香的。另外，德甲今天拜仁慕尼黑客場作戰，4-0狂勝海登海姆。上半場15分鐘就通過角球，斯坦尼西奇頭球破門，之後拉馬伊被隊友撞倒，伊藤洋輝傳球變線，奧里塞破門。下半場尾聲階段，斯坦尼西奇傳中，迪亞斯俯身頭球破門。補時第92分鐘，格納布里傳球，哈里凱恩禁區內晃動後低射破門。凱恩最後時刻終於刷到了進球。作為隊長，他在拜仁也直接參與了第100個進球，終於舒服了。3叉戟一人進1個，這下子圓滿的進入冬歇期。而本場能看出來，哈里凱恩真是完美的球員，踢球太合理了，完全是頂級的中場加中鋒的結合體。而路易斯·迪亞斯依舊是拼命三郎。至於新復出的阿方索·戴維斯，明顯是收着在踢，畢竟大傷初癒，心理上還需要慢慢去適應比賽。
可阿方索那幾下處理球依然是那麼的賞心悅目。今天狂勝海登海姆，拜仁的發揮其實一般，但因為海登海姆的水平差太多了，傳球非常隨意，所以這就是德甲拜仁慕尼黑一家獨大，真的沒有太大意思。今晚也是屬於各種記錄，在整個2025年的自然年，拜仁的德甲聯賽僅輸一場，積87分，遙遙領先。排名第二的勒沃庫森66分，差了有21分之多。而拜仁在聯賽的唯一一場失利發生在今年的3月，主場2-3爆冷不敵波鴻。而哈里凱恩的81個進球、19個助攻，在德甲參與的100球僅用了78場，這也是自有統計以來最快的。此前的記錄是羅本保持用了119場，所以凱恩的恐怖119減78等於41呀！這種級別在德甲真的是降維打擊，嘎嘎亂殺。想想哈里凱恩在熱刺浪費了那麼多年沒有冠軍，是真的可惜了。今天德國的踢球者雜誌將哈里凱恩評選為2025年度人物。他已經被視為德甲的重要代表，而2025年自然年5大聯賽的球隊各賽事進球4加以上的比賽次數，大巴黎22次排名第一，巴薩19次第二，拜仁16次第三，曼城11次第四，馬賽和馬競10次並列第五。哈哈，沒想到吧，馬德里競技這樣的風格竟然也有10次進球4加，包括馬賽，這只能說明德甲、西甲和法甲現在真的貧富懸殊，水平差距太大。也有朋友不僅喜歡皇馬、巴薩和英超，也想多看看其他聯賽的新聞。沒問題，老 K 盡量安排。只是每次講其他的聯賽，播放數就跳水、雪崩一樣的下滑，所以也懇請大家多點讚、多評論，尤其是點個訂閱，謝謝大家的支持。昨天的皇馬在2-0擊敗了塞維利亞之後，第83分鐘，維尼修斯被換下場的時候，整個伯納烏球場爆發一片噓聲。下場之後，維尼修斯非常生氣，將社媒的頭像由身穿皇馬球衣的自己換成了身穿巴西球衣的維尼修斯，這也在表達自己對球迷的不滿。其實老 K 倒覺得維尼修斯昨天踢得還可以，但他在本賽季已經遭遇了連續17場進球荒，上一次進球還要追溯到10月份的巴西友誼賽。那麼巴西雙子星最近是一個接着一個的接力棒都在遭遇進球荒，但坦白講，老 K 倒是對他們可能有些偏愛吧。最新的消息，雖然皇馬球迷十分不滿，但皇馬俱樂部的管理層仍然很認可他，也支持他。而且在伯納烏球場維尼修斯遭遇噓聲的時候，也有部分球迷夾雜了很多掌聲。那麼最近聖誕的午餐上，老佛爺是當面告誡球員們，在皇馬這裡自滿是毫無意義的。所以俱樂部高層仍然認為所有球員都可以，也必須要做得更好。現在老佛爺和維尼修斯以及皇馬其他管理成員，大家之間溝通很順暢。管理層很認可維尼修斯在球場上的付出和拼勁兒，也看到了他在場上的態度和行為已經有了明顯轉變。不過管理層也承認，自從對陣巴塞羅那那一場被換下以後，皇馬球迷對維尼修斯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現在圍繞着維尼修斯的輿論環境並不利於一切恢復常態。而現在維尼修斯更換了自己社交平台的頭像，這一切也表明事情的發展並未如預想的那麼順利。不過無論如何，皇馬和維尼修斯的續約事宜仍然會順利的推進，只是目前沒有關於這件事情的確切信息。那麼下一場比賽要等到1月4號，皇馬對皇家貝蒂斯。現在維尼修斯已經飛到了迪拜，姆巴佩在比賽後也迎來了自己27歲的生日。他今天在社交媒體曬出了一張照片，已經坐在了私人飛機上，雙手還捧着一個長方形蛋糕。姆巴佩寫道：感謝大家在這一天送給我的所有生日祝福，以及你們給予我的關愛。2025年即將過去，2026年又要來了。皇馬的故事，姆巴佩、維尼修斯、貝林厄姆和羅德里戈，希望壞運氣已經過去，明年會迎來一個全新的皇馬。上一場2-0戰勝塞維利亞的比賽，恩德里克因為紅牌停賽，可是在場下在觀眾席卻上演了不同尋常的帽子戲法。他在看台上身邊有3名美女相伴，看起來開心極了。目前關於恩德里克加盟里昂的交易將會發生，只剩下一些最後的細節，隨時可能完成。這筆交易純租借，時間節點就在2026年1月。轉會市場上最近也傳出來，曼聯確實有意想簽下伯恩茅斯的塞门約，特別是塞門約的合同中有一項6500萬英鎊的解約條款。在曼聯周一4-4戰平伯恩茅斯的比賽前，阿莫林就專門稱讚塞門約是一位特別的球員，所以東窗曼聯除了重建中場之外，也會將塞門約作為重點目標。好的朋友們，祝大家冬至節快樂，感謝大家對節目的支持，咱們明天再見。